大家好，我是道义文斌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谈谈那个年轻人的疾病，就是粉刺或者是痤疮这一类的。我这里的案例呢，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，生这种病基本上都是在20岁左右。然后呢，他长粉刺，这个粉刺呢难以治愈，这里长好，那里长，治愈不了。粉刺上面呢有脓头，这个症状呢是非常普遍，大家都知道。我想有一点要提示一下，就是说，像粉刺这种病，你必须重视。为什么要重视？因为它不仅仅是治疗这个病本身，而是在年轻的时候，你调整好你的身体，早点用中药来进行介入治疗。这样的话，把你的身体的基础打好。年轻时候的这种身体里面这种内热一类的，如果你不加以干涉，你就这样挺过去、熬过去，确实粉刺也会自己会好，或者是减轻，或者是有些人还留点后遗症，但是粉刺也好了。但是你将来你的身体有可能可能慢性疾病，比如说高血压、糖尿病啊，往往就是来源于你年轻的时候你所不重视的这种身体的内热，这一点大家千万要注意。我觉得我本人我自己就是个例子，我觉得我如果是在年轻的时候趁早介入的话，那我的身体会非常非常的棒。好，那今天我介绍的这个案例呢，我用的方子呢，有点傻瓜式的，就是说你不需要医生来进行介入，然后你自己去配点药，然后这个药呢，也是按照十方的原则来进行设计。我说的是一个药，我一共有2个方子，一个方子呢用来救急，一个方子呢用来巩固。这救急跟巩固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因果关系，有因就有果，果又变成新的因，因果关系，因果你全部要照顾到。然后救急那个方子呢，叫清上防风汤。这个方子呢是过去古代有本书叫《万病回春》里面的那个方子啊，它应该是属于十方一类的，但是古人这么记载，我们就暂时借用一下。这方子里面呢有那个黄连、黄芩、栀子呢，它主要是来进行清火的心火。连翘、薄荷呢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清上焦的火。防风、荆芥、白芷呢，前面都是凉的，它来平衡一下，弄点那个辛温发散的药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只要是针对风邪，那粉刺应该有风的因素在里面吧？你看它这里长长，那里长长，就是一个风吧。然后呢，再有治咳跟那个川芎呢，它前面呢就是行气，后面呢行血。桔梗甘草呢，一般我们在上部位的身体上部位的脓呢，用这个来处理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加减一下，如果炎症很厉害的话，你加点银花去消炎。那银花这个药是后世所发现的一个消炎的很好的药，你可以用。痛得很厉害的话，说明你可能有血症，那我们就用点补血的当归啊、芍药一类的，或者是那个镇痛祛瘀的那个乳香、没药一类的。如果是用青春痘的话，那加点薏仁也可以。便秘的话就不用说了，搞点大黄。好，这个是救急的。那我们这个药吃平的话，你间歇性的可以加入另外一个药，
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柴胡桂枝干姜汤，以这个方子呢为主方，你可以一点加减，加减你那个可以看情况，看你这个病所属的那个脏腑，有些可以多加，也可以少加。热的厉害的话呢，你加点那个石膏啊、黄连啊、黄芩啊、大黄这一类的。气虚的话，你加点人参啊、黄芪啊，看你当时的情况。血虚的话呢，你可以当然当归啊、川芎啊、阿胶一类的。如果阴虚啊、兴奋啊、失眠啊，可以加点生地啊、龙骨啊、牡蛎啊。如果你肺阴虚、肺气逆呢，你加点麦门冬啊、半夏啊。如果你肝阴虚、肝火旺的话，你可以加点芍药啊、山茱萸啊、酸枣仁啊。当然，如果我来开方子的话，我可能没那么啰嗦，但是既然前人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，那个第一呢，粉刺的人呢，你千万不要用桃仁，桃仁大家知道是去淤血的，治疗淤血的，你千万不要用。第二个呢，我要特别强调一点，就是什么呢？中药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大陆的医生呢，说这个中药要开浓一点，然后呢，吃的时间短一点。有一个词叫重病即止，就是你已经中了这个病了，你就可以停下来，不要吃中药。但是通过我的研究，我发现呢，这种想法不妥。中药真正的吃法应该喝淡一点，然后呢，喝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起码以月为单位，那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、4个月怎么喝下去？当然，一般如果针对某一个你的症的话，你不会超过1年，不会超过1年。然后呢，这种吃法呢，因为我们现在人大部分都是慢性病，慢性病，我请问你，怎么去重病？它重病的过程肯定是很慢很慢的，所以慢性病要用慢的方法，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。中药开得很淡的话，对你的身体没有影响，但是对你的疾病可以有影响，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